我吹牛逼说自家的五金店里什么都有，结果第二天郭家就找上了门。他们望着我店里摆放的普通螺丝，又看了看我刚卖出去的麻辣烫和姨妈巾，渐渐陷入沉思。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被当成骗子时，为首的老专家一脸凝重的开口：“同志，我们不买螺丝，就是想问问。”你这儿有航母吗？我刚毕业就继承了家里濒临倒闭的五金店，意外觉醒了，什么都有系统。什么都有系统已激活。无论顾客想要什么商品，我的答案永远只有一个字：有。我甚至在网上放话，任何市场价值1000块以下的商品，我这都有。如果拿不出来，我10倍补偿。隔天，我的店门口便排起长长的队伍，都是看到视频前来打假的网友，纷纷组团前来，想让我赔到破产。这时，一个年轻人挤到前排，老板。你视频里说的1000元以下的真实物品随便提，没有就10倍补偿，这话算数吗？当然算数，不过丑话说在前面，我要是拿出来了，各位就必须按照市场价购买，光看不买可影响我做生意。没问题，老板放心，只要你有，我们肯定买。就是好奇你到底有多大能耐。大家一个个摩拳擦掌，满脸信心。显然来之前，他们已在群里琢磨出成千上百种稀奇古怪、正常五金店绝不可能有的东西。就不信我真能什么都有。我扫了眼手机上飞速滚动的弹幕，平静地对着镜头笑了笑。好了，各位老铁，五金店挑战赛现在开始，第一位挑战者请出题。话音刚落，排在最前面的平头青年就迫不及待地挤了进来。老板，你听好了，我问的这个东西绝对真实存在，而且名气很大，我就问你。有 AK 吗？此言一出，全场瞬间陷入一片诡异的寂静，排队的人群愣住了，直播间飞速滚动的弹幕也停滞了1秒，我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我设想过无数种刁难，比如让我拿个停产几10年的古董玩具，或者某个冷门领域的专业工具，甚至连女朋友这种选项我都预演过，怎么怼回去？但我万万没想到，第一个挑战者就直接王炸开局，上来就问这种能在军事频道里反复横跳的大杀器。怎么了，老板？你不是说什么都有吗？ AK-47 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全世界最有名的枪械，绝对真实存在吧？我没违反你的规则。不是兄弟，你脑回路是不是有点不正常？你来五金店买这个，你让我怎么给你定价？你给我看看它的市场公允价是多少？这一下，平头青年懵逼了。是啊，在龙国境内，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有市场公允价？别说价了，提这个名字都得掂量掂量。行了行了，捣乱的是吧？出去，别影响我做生意。下一个。直播间的弹幕在停滞了片刻后，瞬间爆发出山洪般的嘲笑。就在我准备迎接下一位顾客时，检测到客户需求 AK-47 自动步枪，商品已在后库特殊保险柜生成，是否前期取货？你有病啊！这个真有，你有我也不敢卖啊！你想让我英年早逝直接进去唱铁窗泪是吧？快给我收回去！你想死别拉着我！商品已撤回。我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狂跳的心脏，对着门外大喊：下一个！有了第一个勇士的前车之鉴，第二位顾客就显得正常多了。老板，你这儿有麻辣烫吗？这个问题一出，现场和直播间再次笑成了一片。五金店买麻辣烫，这个好，这个绝对没有，防住了所有工业品的攻击，没防住餐饮界的降维打击。这下看老板怎么说，总不能后库还藏着个厨房吧？所有人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等着我承认自己做不当，然后乖乖赔钱。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我只是淡淡的瞥了那个男生一眼。有。我点点头，转身走进后库，按照系统的指引，从一个角落的保温箱里取出了一个包装精美的巨大打包盒，盒子还是热的，浓郁的麻辣香味透过盖子的缝隙飘散出来，然后将打包盒啪的一声放在柜台上，瞬间勾起了在场所有人的食欲。这份是我刚点的，准备当早饭的，还没来得及吃，豪华套餐，加了5份肥牛、3份毛肚，各种丸子和蔬菜，市场价100块，还真有。付款，男生颤抖着手扫了码，支付了100块钱。他提着那份沉甸甸的麻辣烫，满脸懵逼的离开了队伍。直到走出店门，他还在回头看，想弄明白这家五金店到底是个什么构造。我面无表情的看向下一位，下一个。有了前2个例子，后面的人明显变得更加谨慎和刁钻了。第3个上来的是一个穿着潮牌、染着黄毛的小伙子，他显然是有备而来。老板，前面那些都太小儿科了，我就问一个，你一个大老爷们开的五金店，绝对不可能有的东西，姨妈巾。有吗？这个问题一出，现场的男生们发出了会意的哄笑，女生们则纷纷翻起了白眼。所有人都以为这一次我的不败金身终于要被打破了。然而我眉头都没皱一下，依旧是那句经典的台词：有。说着，我又一次淡定的转身走进了后库。片刻之后，我抱着一个几乎有我半个人高的快递箱走了出来，砰的一声放在地上。我撕开箱子，里面是码放的整整齐齐，各种品牌、各种型号的姨妈巾，日用、夜用、超长夜用、棉柔、网面，应有尽有。我随手从里面拿出一包，丢在柜台上。这些原本是我囤着准备送给我女朋友的，既然你需要，就先卖给你了，总共800元。我没说要买1箱啊，我没让你买1箱啊。
你问我有没有，我拿出来了，你就得买，这是规矩。黄毛想哭的心都有了，最终只能憋屈的掏出手机扫码付款，然后抱着那沉重的箱子，在一片哄笑声中狼狈的逃离了现场。我看着又一笔高额营业点到账，心情大好。我抬起头，目光扫过外面那条依旧长长的队伍，嘴角微微上扬。下一个，连续3次出人意料的斩杀，让现场原本喧嚣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排在后面的人群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轻松看戏，逐渐转变为不可思议。他们开始意识到，眼前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年轻老板，可能真的有2把刷子。下一个走上前的是一个穿着校服、背着书包，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的男生。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清了清嗓子：“老板，前面的东西都太物质了，我问一个精神层面的，而且绝对真实存在。今年的高考试卷有吗？”这个问题一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比问 AK 还狠啊 ！AK 是物理毁灭，这玩意儿要是真有，那是能动摇国本的。我的眼角抽动了一下，我知道对方问的肯定是还没开考的原版的，能让他直接保送清北的那种试卷。检测到客户需求，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全国乙卷绝密。我心中冷笑一声，我当然知道不能碰这条红线，但我更知道如何巧妙的偷换概念。我看着那个一脸期待的男生，点了点头。历届高考真题有。我不是说，你不是说高考试卷吗？历届高考真题难道不是高考试卷？我这儿从恢复高考那年开始的都有，绝对保证，还带详细答案解析。这怎么？难道你想要还没考的？兄弟，犯法的事儿咱可不干啊！说完，转身就走进了后库。片刻之后，我推着一个装满书籍的小推车走了出来，哐当一声停在男生面前。那是一整箱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5年高考3年模拟、偏历38套、必刷题，各种考生看了会流泪，家长看了会沉默的教辅资料。来，同学，看你求知欲这么强，我特意给你配了一整套，语数外、理化生全科覆盖，从基础到拔胶，一网打尽。做完这些，别说一本了，985-211向你招手。看你这么有诚意，给你凑个整，刚好1000块。来，您扫这里就行。学生模样的顾客脸瞬间就黑了，他看着眼前这堆能把他埋起来的习题册，脑子里已经开始嗡嗡作响，但话已经说出口，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他根本无法反悔。最终，他只能哭丧着脸，哆哆嗦嗦的扫码付了款，然后在众人同情的目光中，思考着该如何把这座知识的大山搬回家。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还挺高兴。这波不仅赚了钱和营业点，还成功帮助一名迷途的学生走上了正道，算是助人为乐了。下一个挑战仍在继续，一个穿着夹克、梳着油头的中年男人理直气壮地走了进来。老板，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了，来点实在的。给我来5条利群。说完，他得意地哼了一声。5金店能卖烟吗？当然不能，这需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而这种证件的申请和审批极其严格，一个5金店怎么可能办得下来？这是从法律层面上直接将死喽啊！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我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然后乖乖掏出1万块钱赔偿金的场景。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我的脑海里系统正在飞速运转。检测到客户需求，利群叶西湖香烟5条。警告：销售烟草需要相关许可证，否则为违法行为。系统商城正在检索相关资质，检索成功，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副本已生成。兑换需5000营业点，宿主当前营业点充足，是否兑换？兑换。于是，在男人期待的目光中，我的回答再次震惊全场。有。什么？我操，这样疯了吧？烟草也敢卖？老板不要命了？他有烟草专卖许可证吗？这可不行，乱卖啊！举报了，举报了！我没有理会众人的惊愕，在他们疑惑的目光中，再次转身走进了后库。这一次，我出来的时候，手里不仅提着一个装着5条包装利群叶西湖的袋子，另一只手上还拿着一个镶在相框里的证件。我将香烟和证件一起摆放在柜台上，众人定睛一看，那赫然是一张货真价实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上面的企业名称正是老六5金店，法人代表叶枫，签发日期就是昨天。中年男人更是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拿起那个证件翻来覆去的看，无论是钢印、字体还是编号，都看不出任何破绽。5条刚好1000块，我特意拿的是市场价200元一条的叶西湖，5条不多不少，正好卡在1000元上限。那男人看着毫无破绽的证件，又看了看那5条货真价实的利群，最终只能扫码付款，提着烟灰溜溜的走了。从这一刻开始，现场的气氛彻底变了。如果说之前大家还抱着打假和看热闹的心态，那么现在所有人的心中都只剩下震撼。到目前为止，所有他们认为不可能、离谱到极点的东西，他这里竟然全都有。直播间的热度已经攀升到了一个恐怖的数字，网友们的好奇心被彻底点燃，他们不再满足于看热闹，而是开始疯狂的在弹幕里给后面排队的顾客出主意，各种稀奇古怪的物品名称层出不穷。下一个上前的是一个看起来很文静的年轻女生，她似乎不是为了挑战而来，而是真的有需求。老板，请问1000块的宠物猫有吗？有。
我兴冲冲的扭头跑进了后库。片刻后，我小心翼翼地抱着一只毛茸茸蓝眼睛的布偶猫幼崽走了出来。那小猫喵呜喵呜地叫着，紧接着我又从后库拿出了猫砂、猫砂盆和一大包进口猫粮。来，美女，猫给你。这些东西算我送你的新手大礼包。对了，你要是需要猫爬架，我这儿也有，豪华实木的。那女生显然不是为了刁难和赚钱，她单纯就是想买一只心仪的猫咪。当她看到那只可爱的布偶猫时，眼睛里瞬间就亮起了星星，满脸都是开心的笑容。她毫不犹豫地付了1000块钱，然后又激动地表示：猫爬架我也要了，晚上再来取。又是1000多块和一大笔营业点到账。直播间的网友见状，已经从震撼变成了彻底的服气。从宠物猫开始，后面的挑战变得愈发光怪陆离。但无论问题多么离谱，我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字：有。直播间的在线人数也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如同坐上了火箭，从最初的1万左右一路飙升，最终在5万大关稳定了下来。无数的关注和礼物像潮水般涌来。就在直播间气氛最热烈的时候，一条不和谐的弹幕突兀的飘了过去：作秀吧，一个5金店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东西？动动脑子好吗？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滚烫的油锅，瞬间激起千层浪。那些从一开始就心存疑虑，但被狂热气氛压制的不敢出声的人，仿佛找到了组织，立刻开始跟风。就是啊，这肯定是请的演员，不然5金店卖麻辣烫、卖姨妈巾，太假了。终于有人说出这个问题了，我早就怀疑了，哪有这么巧的事？问什么有什么，剧本痕迹太重了。前面的都是拖把，那个买烟的，那个买猫的，一看就是安排好的。有没有离得近的兄弟？坐标隔壁室，我已经看不下去了。有没有人跟我一起去现场打假？这条号召打假的弹幕一戳，立刻得到了无数响应。一时间，各种羊城打假先锋队、戳穿剧本小分队的聊天群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无数自诩为正义使者的网友，怀着揭穿骗局的激昂心情，开始从四面八方朝着羊城市老城区的这家小小的5金店进发。而我却对此毫不知情。我刚刚送走了上午最后一位挑战者，准备歇口气的时候，才注意到手机屏幕上那满屏的质疑和谩骂。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过来。我看着那些义愤填膺的弹幕，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我清了清嗓子，对着直播镜头露出了一个自信而坦然的微笑。各位朋友，直播间里的质疑声音我都看到了，我理解大家的怀疑，毕竟我这家店的情况确实有点超乎常理，所以我在这里正式宣布，欢迎大家来老六5金店现场打假，地址就在阳城市老城区梧桐巷134号。不管是本地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只要你来，我都欢迎。而且我早上的承诺，下午依然有效。所有来到现场的粉丝朋友都可以按照今天的规则向我提问，1000元以下的任何商品，只要我拿不出来，依旧是10倍赔偿。这番话掷地有声，充满了无可辩驳的自信。直播间里那些叫嚣着要打假的人，在听到我这番话后，反而愣住了，纷纷疑惑我这是在玩哪一出。我说完那番欢迎打假的豪言壮语后，便干脆利落地关闭了直播。我不是怕，而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一下今天上午这堪称梦幻的收获。我看着那一长串的数字，嘴巴咧开，笑得像个200斤的孩子。一个上午就赚了2万多，这比我守着这家破店1年赚的都多。只是我突然冒出了一个问题：系统，客户能从你这儿买东西，那我作为宿主，我自己能从你这儿买东西吗？可以，只要宿主拥有够的营业点，系统商城内的任何商品，包括技能，您都可以进行兑换自用，兑换价格与向外出卖的进货价一致。我的眼睛瞬间亮了，想到了上午那个想买 AK 的勇士，以及系统当时给出的商品已生成的提示，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随即又兴奋起来。这岂不是意味着，只要我营业点足够，理论上我可以拥有这个世界上任何我想要的东西？下午1点刚过，店门口就传来了一阵嘈杂声。我抬头一看，只见7、8个男人浩浩荡荡地走了进来，每个人都举着手机，或者胸前挂着小型的运动摄像机，镜头无一例外地对准了我。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胖子。家人们，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正义打假团已经成功抵达老六5金店了。现在就让我们来亲身为大家揭穿这个网络骗子的真面目。闻言，我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立刻站起身，脸上堆满了热情洋溢的笑容。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各位大哥，里面请，快请坐。那一行7、8个人看到我这副不按常理出牌的热情模样，反倒有些不知所措了。少来这套，想必你清楚我们是来干什么的。知道，自然知道。欢迎打假吗？我上午在直播里说的清清楚楚，绝对欢迎。规矩也和上午一样，1000元以下真实存在的任何商品，只要我拿出来了，那为了不影响我做生意，您几位就必须买下，没问题吧？看到我这么自信，甚至比直播里还要有底气，这几个人心里还真有些犯嘀咕了。高个子胖男人沉吟片刻，想出了一个他自认为非常刁钻的问题：你这里有护肤品吗？有，又是这个经典的转身动作。看到这里，高个子胖男人怀疑的心已经开始动摇了。当我拿着一个包装精美、看起来就价格不菲的小小礼盒走出来时，他那颗悬着的心彻底死了。我将那个礼盒放在柜台上，一脸痛心疾首。哎呀，
大哥你真有眼光，这套精华露原本也是想送女朋友的，既然大哥你需要，我只能忍痛割爱了。来，绝对正品保证，效果不好包退。大哥，扫这里，友情价999。胖男人看着我那挤眉弄眼的模样，哪里有半分忍痛的样子，分明就是宰到肥羊的兴奋。他憋着一肚子气，不情不愿的付了款。来，有请下一位打假的大哥。有了第一个牺牲品，剩下的人表情更加凝重了，但其中有些人还是不信邪。我就不信他什么都有，为了揭穿这种网络小丑拼了！老板，给我来个娃娃。说完，他的脸都有些红了。这一次我是真的愣了一下。那个男生看到我发愣，以为自己终于难住我了，脸上顿时露出了喜色。然而下一秒，我的眼睛突然一亮，伸出食指向上指，我又是一个转身。这一次我抱出来的是一个几乎有1人高的长条形包装箱。我将箱子重重的放在地上，拍了拍箱子上的性感女郎封面，对着那个已经石化的男生挤了挤眼睛。兄弟，懂的都懂，最新款1:1真人还原，采用医用极硅胶，自带智能、恒温和多种模式，绝对保质保量，让你体验不一样的感觉。刚好1000块，扫这里就行。男生看着那个巨大的箱子，脸已经涨成了猪肝色。显然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种东西这家五金店居然也有。在同伴们强忍着笑意的目光中，他欲哭无泪的付了款，然后思考着该如何扛着这个不能说的秘密，在光天化日之下走出这条老街。还有哪位大哥要挑战？看着2位同伴，一个抱着比自己还高的娃娃箱子，一个抱着套护肤品，在一片憋笑的目光中败下阵来。剩下的那几位打假勇士心里是真的一点底气都没有了，他们面面相觑，眼神中充满退意。这时一个穿着冲锋衣、皮肤黝黑的中年大哥犹豫了半天，终于开口：那个老板，鱼竿你这里有吗？就算这老板真有，大不了自己买下来，也算是添置新装备了，不算亏。有，路亚，手竿还是海竿？手竿。好嘞，稍等。我转身走向那深不可测的后库，片刻后，我一手拿着一根包装精美的崭新碳素手竿，另一只手上还提着一套配好的全新线组、鱼钩、浮漂、铅坠，一应俱全走了出来。嘿嘿，大哥你运气真好，这是我店里最后一根光威的限量版战斗杆，配上这套竞技线组，不多不少，刚好1000。您扫这儿。我将收款码摆正，脸上的笑容灿烂的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这群人算是彻底发现了，不管挑的东西实际价值多少，到我嘴里总有办法给你凑个1000块钱的套餐出来。眼看挑战高难度物品是自取其辱，后面的人彻底学乖了。一个看起来精瘦的小伙子眼珠一转，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摸了摸自己咕咕叫的肚子，老板，来份炒面。有豪华海鲜炒面，鲍鱼龙虾打底，管饱，盛惠298，您扫这儿就行。我从保温箱里端出一份堆满了海鲜的炒面，小伙子看傻了。后面的人看到这一幕，顿时眼前一亮。吃的再贵，能贵到哪儿去？总不能一份盖浇饭也卖1000块吧？刚好大家折腾了一路，晚饭都还没着落，干脆就在这儿解决了。于是接下来的画风就变得异常诡异。原本应该充满机油味的五金店里，竟然弥漫开了各种美食的香气。那几位打假团的成员也不再提问了，直接把这里当成了自助餐馆，围着柜台吃得不亦乐乎。酒足饭饱之后，为首的那个高个子胖男人打着饱嗝，满脸通红的拍着我的肩膀：服了，兄弟，啥也不说了，我是真服了。老弟，你这后库真是个百宝袋啊！到底还有啥是你没有的？几位老哥过奖了，那今天这事儿回去之后，还需要几位老哥帮我多多宣传啊！必须的，包在我们身上。今天的视频我们保证原封不动的发出去，一个字都不改。对，我们还得给你写个福字儿，就冲这顿饭也值了。随后，这支打假先锋队便心满意足的驱车离开了。下午的第一波打假声明发布的相当快，几位老哥信守承诺，将他们自己拍摄的视频如实发布。经过这一系列堪称反向公关的操作后，网络上大部分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也都相信了我的实力。但我现在最着急的是赶紧攒够那剩下的6万多营业点，快点升到 LV2。我实在太好奇2级的商城里到底能有什么好东西出来。直到晚上，我突然收到一条粉丝的私信：老板，我是外地的，看你直播馋哭了，你那豪华海鲜炒面能发快递吗？这条私信像一道闪电，瞬间击中了我。对啊，线上接单，只要粉丝有需要，都可以发快递啊！我的客户为什么只能局限在阳城市？我的客户可以是全龙国，甚至是全世界。这个念头一出，我立刻从床上一跃而起，开始录制新的视频。各位朋友，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老六五金店即日起试运行线上下单、全国发货业务。无论你在天涯海角，只要是我国快递能到的地方，所有合法合规、价值1000元以下的商品，你都可以通过私信下单。目前阶段，我们只支持货到付款，大家可以放心。当然，由于快递业务刚刚起步，运费可能暂时需要大家自理。等以后单子多了，我再去跟快递公司谈个大客户价。我将视频发出后，便开始研究如何在系统里操作异地订单，以及如何打包发货。没想到隔天一早就有人慕名而来。早上我刚打开五金店的大门，就看到门口站着2个拍摄视频的人。起初还以为是来拍照打卡的游客，没成想对方架起摄像机就是一段流利的开场白。探店薅币多，真假厨子说，今天
咱们不探饭店，不探酒楼，咱们来探一个五金店。说完这句话，老唐没忍住笑出声。不行了，不行了，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自己都觉得离谱。摄影师小李急忙把镜头给到了老六五金店那块饱经风霜的招牌上。随后，老唐打头，深吸一口气，走进了这家被无数网友吹爆了的老六五金店。一进门，一股混杂着金属、机油和木屑的味道扑面而来。两位老哥，买点什么？老板，请问你这儿能点餐吗？没想到昨天刚开了线上业务，今天就来了专业人士，看来我的名气已经传出去了。有，你想吃什么？那你这里有菜单之类的东西吗？没有菜单，毕竟我这是五金店。不过在这儿您可以随便点，任何菜系、任何菜品，只要您说得出来，我这里都能做。做不出来算我输，今天的单我10倍赔偿给您。听到我那句随便点，做不出来10倍赔偿的豪言壮语，老唐的眼睛瞬间就亮了。作为一名专业的美食博主，他最不怕的就是店家自信，店家越自信，菜品越硬核，节目效果才越爆炸。他习惯性的确认了一句：真的假的？小兄弟，我这人探店向来有一说一，到时候视频可是会发到网上的，你可想好了，别砸了你的招牌。招牌，我这可是五金店，要什么招牌？再说了，我又不是专门做餐饮的，是你们这些客人非要来我这儿买吃的，我总不能有钱不赚，把你们往外推吧？那不成傻子了吗？这番话说的既光棍又实在，老唐被我逗乐了，心里那最后一点顾虑也烟消云散。既然你这么有底气，那我就不客气了。那可说好了啊，小兄弟，做不出来或者做的不好，我可是要说的。没问题。这小伙有点意思。老唐转头对着镜头压低声音赞了一句，眼神中的玩味愈发浓厚。他开始在脑海中飞速的构思菜单。既然这个小老板这么自信，那就必须给他上难度。他倒要看看这家五金店的后库里到底能变出什么花来。沉吟片刻后，老唐伸出了一根手指。第一道菜，佛跳墙。他一开口就是一道中式宴席上的硬菜、大菜。这道菜工序繁琐，用料考究，对火候和时间的掌握要求极高，寻常饭店根本做不出来，更别说一家五金店了。摄影师小李的镜头立刻给了我一个特写，强捕捉我脸上震惊或为难的表情。然而我只是平静的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老唐心中暗自佩服我的定力。再来一道开水白菜。这道菜看似清汤寡水，实则是川菜中登峰造极的汤菜，其精髓全在那一碗看似开水的顶级清汤上，制作难度比佛跳墙有过之而无不及。中餐就这2道吧，再加2个西餐，松露鹅肝酱焗蜗牛，还有惠灵顿牛排。他本人就是西餐厨师出身，对于西餐他有着绝对的权威和发言权，尤其是惠灵顿牛排这道菜，极其考验厨师对酥皮、蘑菇酱和牛肉熟度的综合掌控能力。一个环节出错，整道菜就宣告失败。他点的这4道菜，中西合璧，横跨了烹饪技艺的几个高峰，可以说是给我出了一张难度极高的考卷。面对老唐这几乎是挑衅级别的菜单，我却没有任何担心的神色。我的脑海里系统的提示音早已响起。检测到客户菜单：佛跳墙、开水白菜、松露鹅肝酱焗蜗牛、惠灵顿牛排，所有菜品均在 LV 商店可售卖范围内，单份市场公允价均低于1000元人民币，系统后厨可进行制作。闻言，我心中大定，我看着老唐，善意的提醒了一句：两位，这几道菜的价格可不便宜啊。价格无所谓，只要你做的菜对得起那个价位，哪怕有些小瑕疵，在我这儿都算不上问题，我只会根据菜品的品质给出最公正的评价。好，那2位是在这儿吃还是打包？老唐环视了一周，看着周围货架上的电钻和管钳，闻着空气中那独特的金属混合气味，脸上露出了一个古怪的笑容。在五金店里点佛跳墙是头一回，那也不差在这儿吃了，他就是要体验这种极致的反差感。就在这儿吃。好嘞。我转身走进了后库，老唐和小李则开始对着店里的环境一通拍摄，准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然而他们还没拍几分钟，我就从后库里走了出来，我手里端着一个大托盘，托盘上不多不少，正好摆着4道菜，一中盖着盖子，散发着浓郁香气的佛跳墙，一碗清澈见底，其中漂浮着一颗白菜心的开水白菜，一盘点缀着黑松露、冒着热气的焗蜗牛，还有一块被酥皮完美包裹，呈现出诱人粉红色的惠灵顿牛排。4道菜无论是从品相、摆盘还是香气来看，都堪称完美。老唐和小李直接就懵逼了，这么快？这刚过去有2分钟吗？老唐扭头看了一眼站在柜台后一脸人畜无害表情的我，随即转回头面对镜头，用气声小声吐槽：这么快就做出来，我估计是预制菜加热的，味道估计不会太好，不过没关系，咱们先尝尝看。
他调整了一下心态，准备开始品尝。首先是那种佛跳墙，坛子不大，很精致，盖子一揭开，一股馥郁芬芳、霸道绝伦的香气就直冲天灵盖。老唐深吸一口气，光是闻这个味道就知道用料绝对不差。他对这道菜的期望值不高，毕竟制作时间太短了。他用勺子轻轻舀起一勺汤，汤色金黄醇厚，送入口中。下一秒，老唐的眼睛瞬间就亮了，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极致鲜美，仿佛整个海洋的精华、山林的馈赠都浓缩在了这一口汤里。海参的软糯，鲍鱼的弹牙，花椒的粘醇，各种食材的味道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互不抢味又层层递进，瞬间席卷他所有的味蕾。老唐忍不住发出一声满足的呻吟，他闭上眼睛，细细品味了许久，才缓缓睁开，脸上写满了震撼。这个汤头太正了，它的鲜不是靠味精或者鸡精调出来的廉价鲜味，而是由多种顶级食材经过长时间熬煮，自然纯化出的复合性鲜味。你们看这个鲍鱼，火候恰到好处，这个海参发得通透，入口即化，这道菜的完成度非常非常高。他滔滔不绝地从食材、火候、调味等各个方面将这盅佛跳墙夸赞了一遍。一盅佛跳墙下肚，老唐感觉自己的任督二脉仿佛都被打通了。他那专业吃货挑剔的味蕾已经被彻底征服。在短暂的回味之后，他的目光迅速锁定在那碗清澈如水的开水白菜上。由于刚刚佛跳墙带来的震撼，他现在对这份开水白菜的期待值已经被拉高不知多少。我先收回我之前的话啊，我本来以为这顿饭是来找乐子的，但现在看来我是来上课的。既然佛跳墙能做到这个份上，那么这碗看似简单的开水白菜肯定也差不了。他用汤匙小心翼翼地舀起一勺汤，那汤清澈见底，没有一丝一毫的油滑和杂质。汤一入口，老唐的眼睛再次瞪大。好汤！这碗汤清而不寡，鲜而不俗，喝下去之后，整个口腔里都是回甘，没有一丝一毫的负担感。咱们再看这颗白菜，只取了最嫩的那块菜心，然后用高汤焯烫的恰到好处，这样既保留了白菜本身的清甜，又吸足了汤的鲜味。这道菜返璞归真，大味至淡，真正体现了厨师的功力。中餐的2座高峰已经被成功翻越，剩下的那2份西餐，老唐也迫不及待地品尝起来。他切下一小块焗蜗牛，连同上面的松露鹅肝酱一起送入口中。蜗牛的 Q 弹，鹅肝酱的丰腴，黑松露独特的异香，这3者在口中完美融合，带来极致的奢华享受。而那块惠灵顿牛排更是让他找不出任何瑕疵，外层的酥皮金黄酥脆，中间的蘑菇酱细腻咸香，还有最里面的菲力牛排，呈现出完美的5分熟。切开时肉汁丰沛，入口细嫩，肉香十足。老唐一边吃一边对着镜头激动的张口直喷国粹，毫不夸张的说啊，真不是我吹牛，他这家5金店的西餐做的真的是好。好了，今天的探店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最后总结一下，这家老六5金店给了我从业以来最大的震撼，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定义它。但它的菜品，无论是中餐还是西餐，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所以我的建议是，不在乎价格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强烈推荐这家老六5金店。说完，老唐转向柜台后的我喊道：“老板，结账！”我早已在脑海中看到了系统给出的价格。一共是1799元。当老唐听到总价时，还有些惊讶，因为这个价格真不贵。他爽快的付了款，临走前，老唐又意味深长的扫视了一眼这家有些拥挤的店铺。小兄弟，听我一句劝，该扩建就扩建吧。我估计等这期视频发出去，你这家店的门槛可能要被人踩烂了。我当然明白老唐的意思，以老唐在美食圈的影响力，这期视频一旦发布，必然会有无数的美食爱好者、网红博主，甚至是专业厨师慕名而来。到时候我这家小小的5金店肯定会人满为患。不过我暂时是不会扩建的，毕竟店铺就我一个人，每天应付这些客人就已经够累了。要是再来个几十上百人排队点餐，那不得给我累成狗啊！想想我都觉得恐怖。至于招人，那更不可能了。要是不小心被员工发现我这老板会魔法，可就彻底完蛋了。好在我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留了一手，万一我这个小店真的因为老唐的视频而爆火，那我就顺势搞饥饿营销，每天限量接待，或者干脆改成预约制。我当然想努力赚钱，但绝对不能不要命啊！钱是赚不完的，命可是只有一条。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我所料，老唐视频发布后迅速引爆网络，随着视频在网上病毒式传播，这泼天的富贵也影响了我。刚开始还只是前来打卡的客流量增多，但经过周末的发酵后，周一早上我像往常一样正常开门营业，却被门口的热闹鼎沸惊呆了。这怎么会这么多人？只见那条原本清静的连条狗都看不到的梧桐巷，此刻已经彻底被人海所淹没。从我的店门口开始，一直延伸到巷子口，再拐弯，排出去几百米远，黑压压的全是人头，眼睛所过之处，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人，那场面比黄金周的旅游景点还要夸张。巷子口甚至已经有交警在维持秩序，疏导交通了。我整个人都傻了，我预想过会火，但没预想过会火成这样。这哪里是做生意，这分明是春运现场啊！人群在看到卷帘门拉开，我现身的那一刻，瞬间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和骚动。老板出来了！真的是他，和视频里一模一样。老板，给我来份佛跳墙。
无数的喊声、闪光灯和手机镜头瞬间将我笼罩。站在门口呆若木鸡，可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泼天的富贵真的来了，这要怎么接啊？我大脑宕机了足足2秒半，才从那山呼海啸般的人潮中勉强找回了自己的意识。我深吸一口气，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转身回到店里，从货架底层翻出了一个积满灰尘的手持大喇叭，熟练的打开开关，调试了一下。喂，秋雅在吗？群众们大笑。各位朋友，各位老铁，感谢大家的支持。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大家也没法的进来，大家先排好队。什么时候队伍排得整整齐齐，不影响交通，不发生拥挤了，我们再开始营业。果然，这话一出，原本还有些骚动的人群立刻开始自觉的互相协调。在几位热心大哥和闻讯赶来的交警帮助下，一条虽然歪歪扭扭，但还算有序的长队终于在梧桐巷里形成。阳城市宣传部门也很给力，立刻接住了这破天的富贵，领导当机立断，决定将老六五金店打造成阳城老城区的新名片，并让交通部门配合加派人手，保障梧桐巷周边的交通顺畅。文旅局立刻设计一条围绕老六五金店的旅游打卡路线，把游客引导到其他的消费场所去。各部门迅速响应，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我这边已经彻底忙疯了，我严格执行着自己定下的限购规矩，每接待完一个大类的10位顾客，就在门口的小黑板上划掉一项餐饮类今日已售罄，美妆类今日已售罄，数码类今日已售罄。那些没有买到东西的顾客倒也不急着走，他们中的许多人索性就在附近的酒店住了下来，准备第2天再来排队。一时间，梧桐巷周边的宾馆入住率都提升了好几个百分点。我从早忙到晚，直到太阳落山，送走最后一位购买五金店的顾客。好嘞。才终于能瘫在藤椅上，打开系统面板，查看今天的最终收获。看到营业点那一栏的数字时，我的心脏猛地一跳。当前营业点余额105320点，终于可以升级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点开了那个红色的小点，检测到宿主营业点已满足升级条件，是否消耗10万营业点，将系统商城提升至 LV2？是！我在心底疯狂呐喊，毫不犹豫地点下了确认按钮。确认消耗10万营业点，消耗成功，系统商城正在升级。随即，我脑海中的系统界面发生了一阵酷炫无比的变化。叮！恭喜宿主，系统商城已成功升级至 LV2 精品百货商店，商品目录扩展，单体价值上限从1000元龙国币提升至10万元龙国币。后库空间升级，店铺后库改造完成，并增设恒温恒湿区、精密仪器区、活物暂养区等特殊功能分区。店铺改造功能开启，宿主可消耗营业点，对现实中的老六五金店进行外观及内部结构的自定义改造。所有改造材料及施工将由系统在夜间自动完成。技能商城更新，解锁更多高级专业的技能。看着一连串眼花缭乱的新功能介绍，我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10万元以下的任何物品，店铺改造，进未来科技，牛逼！我从藤椅上一跃而起，3步并作2步，冲到了后库的门前，依旧是那扇我看了20多年的小铁门。可这扇门背后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怀揣着如同第一次进入网吧的激动心情，颤抖着手推开了门，下一秒，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这还是那个堆满杂物，走2步都得小心翼翼，怕被绊倒的破后库吗？只见眼前是一个巨大得望不到边际的纯白色空间，柔和明亮的灯光从穹顶洒下，将整个空间照得没有一丝一毫的死角。地面是由某种看不出材质的金属铺就，光洁如镜，甚至能清晰地倒映出我的身影。一排排整齐划一的金属货架拔地而起，一直延伸到空间的深处，上面分门别类的贴有各种标识。整个巨大的空间被清晰地划分成了不同的区域。帅，太帅了！这才是万界商神该有的仓库啊！等等，我的小床去哪儿了？我四下张望，终于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个挂着宿主休息区标识牌的小门。嘿，还是系统贴心，知道给我留个睡觉的地方。我哼着小曲推开了休息区的门，然而当我看清里面的陈设时，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凝固了。只见那宽敞明亮、装修的极其奢华整洁的休息室中央，孤零零的摆放着一张破旧的、嘎吱作响的折叠行军床。不是哥们儿，这么豪华的房间，你不应该给我配套个意大利真皮沙发啊，弄个200寸的巨幕家庭影院，再来张2米宽的席梦思大床吗？怎么还是这个破玩意儿啊？系统的声音适时响起。舒适的生活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系统商城已上架全套豪华家具，宿主可随时使用营业点进行兑换。小气鬼！就在我对着那张小破床无奈感叹的时候，外面店铺的卷帘门突然响起了哐哐的敲门声。这么晚了，谁啊？我正想隔着门喊一句打烊了，明天再来。门外的人却先开了口：“请问是老六五金店的叶老板吗？我是阳城区域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事情想跟您商议一下。门外的人一边说，一边从门缝下塞进来一个工作证。我捡起证件一看，还真是官方文件。我不敢怠慢，急忙跑过去拉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穿着正装的工作人员。叶老板，你好，你好。
冒昧打扰了。是这样的，您的小店最近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们市里非常重视，所以我们想代表官方和您进行一些宣传上的合作，把您这里打造成我们羊城老城区的新名片。欢迎欢迎，快请进。叶老板，合作之前，按照流程，我们需要先核实一下，您这里是不是真的像网上说的那样，能做到什么都有？这关系到我们后续宣传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没问题，欢迎测试。而且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也庆祝我小店今天升级，我更新一下规则，从现在起，10万元以下的物品随便选。小王疑惑，10万？叶老板，我记得您直播的时候说的是1000元以下啊。此一时彼一时嘛，总得让领导们看到我的实力和诚意，对不对？好，那叶老板，你这里有摩托车吗？有，我只回答了一个字，然后就站在原地微笑着看着他，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小王等了半天，不见我去后库拿货，那不应该拿出来看看吗？当然可以，不过按照我的规矩，选了就必须要买的。如果您真的要买，那就要先确定好您想要的品牌、型号、颜色等等，我才能给您报价和拿货。付钱才能看，我就是测试一下也不行吗？不行，我的态度很明确，毕竟一辆好点的摩托车从系统商城里兑换出来，少说也得几万营业点，万一你只是问问，看完又不买，到时候卖不出去，那我这营业点不是白搭进去了？至于卖摩托车需不需要相应的资质证件，我一点也不担心，只要营业点足够，系统都能帮我搞定。听到这话，小王也犯了难，他这次来经费有限，可买不起一辆摩托车，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不要贵的，来点便宜的总行吧？正好待会儿回家还要做饭。叶老板，那我不要摩托车了，给我来2斤芹菜，4斤五花肉，再来1条8斤左右的草鱼吧。有，没一会儿功夫，你就从后库里走了出来，一手提着一袋鲜嫩欲滴的芹菜和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另一只手拎着一条还在活蹦乱跳、尾巴甩得啪啪作响的大草鱼。小王看着眼前这极具生活气息的一幕，先是一愣，随即彻底放下心来，笑呵呵的扫码付了钱。小王心满意足的付了钱，而后他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郑重地递给了我。叶老板，这是我们宣传部门初步拟定的一个合作方案，您先过目。我接过文件袋，打开，抽出里面的文件，那是一份名为《万物皆有羊城市旅游寻宝挑战赛》的活动策划案。叶老板，我们的想法是，首先进行短视频的共创，利用您现在在网络上的巨大影响力，和我们羊城官方的平台共同发起这次活动。说着，小王掏出自己的手机，熟练地点开了羊城旅游宣传的官方短视频账号后台，带着一丝小小的炫耀。您看，我们官方账号平台认证，有权威性。我凑过去看了一眼，差点没笑出声。只见那个带着蓝 V 认证的官方账号，粉丝数赫然写着3W。我默默地看了一眼自己那个粉丝数已经朝着100万狂奔的个人账号，心里顿时跟明镜似的。好家伙，这是打着合作的旗号来我这儿蹭流量来了。我们很快就合作细节达成了一致，约定将共同发布一条官宣视频。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正式向所有来羊城游玩的游客开放这场旅游寻宝挑战赛。活动规则很简单，任何游客在羊城旅游期间，如果有什么需要购买的东西，都可以来老六五金店，只要拿不出来，经过官方公证后，主办方将会当场奖励挑战者1万元现金。既然是官方合作，那我也得拿出点诚意。这次挑战赛，我把上限再提高一点，10万元以内的物品都可以，毕竟上限越高，挑战的趣味性和话题性就越强。商量好后，我刚送走工作人员，系统的提示音便再次响起。叮，主线任务更新 ，LV3 升级条件已发布，请宿主查收。我心头一紧，立刻打开了系统面板，升级至 LV3 万象商贸中心。所需条件：一、营业点500万点；二、前置技能掌握，至少掌握2项 LV2 级别解锁的专业技能，如初级机械外骨骼设计原理、人工智能入门与实践等。三、特殊物品交易，成功完成至少一笔交易额超过50万元龙国币的特殊订单。四、店铺影响力，老六五金店的现实影响力需覆盖至少3个不同的行业领域，如美食、科技、文旅等，并获得官方媒体的正面报道。看着这一连串堪称变态的升级要求，我倒吸一口凉气。500万营业点，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还有那些听起来就跟天书一样的专业技能，以及50万的特殊订单，这难度比从1级升2级提升了何止10倍。我再看了看自己那仅剩下5320点的营业点余额，刚刚升级的喜悦瞬间被冲淡了不少。看来革命尚未成功，仍需努力啊！我很快调整好了心态，决定这剩下的5000多点营业点先留着应急，以备不时之需。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店铺改造一下，我可不想明天再面对那种人山人海，连个下脚地方都没有的窘境了。系统
统开启店铺改造功能。店铺改造功能已开启，请宿主选择改造模板或进行自定义设计。顷刻间，我的脑海中瞬间出现了一个如同 3D 建模软件般的界面，上面是五金店的完整模型。我保留了老六五金店那块充满年代感的招牌，但将整个店铺的门面进行了扩大，内部空间也重新进行了规划，设计了一个宽敞明亮的接待大厅，还有一个用于洽谈大额订单的私密 VIP 室，整个风格低调而奢华，外表看起来依旧像个传统店铺，但内部却别有洞天。自定义设计方案已生成，预计改造需消耗营业点3000点，施工将在今晚12点至次日凌晨6点自动进行，期间不会产生任何噪音及光污染，是否确认？确认。搞定了店铺改造，我再次走进了那焕然一新的后库。我现在需要做的是尽快熟悉这个扩大了10倍的巨大仓库，记住每一个分区、每一个货架，甚至每一个商品所在的位置。我要将整个仓库的布局都刻进自己的脑子里，这样在未来面对顾客那些天马行空的需求时，我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取出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在吩咐完系统一系列的店铺升级指令后，我站在焕然一新的后库中，目光最后落在了那扇连接着前后区域的破旧门上。系统，临走前再半个小时，把这扇门也给我整修一下，最好换成和外面风格统一的，不然的话，一边是宛如科幻片的无尽货架，另一边将会是堪比奢侈品展厅的售货区，中间夹着一扇斑驳掉漆的破门，那画面怎么想都充满违和感。我离开后，破门原本粗糙的表面变得光滑平整，老旧的铜把手被替换成哑光拉手。做完这一切，我才拖着略带疲惫的身体回到休息室，躺在那张破旧的行军床上。忽然，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冒了出来，让我忍不住向系统发问：系统，有个问题，后库现在变得这么大，这么夸张，要是哪天有顾客或者其他人因为什么意外情况闯进去，看到了里面的景象，那该怎么办？请宿主放心，后库空间已进行多重保障处理，非宿主本人同意外，其他智慧生物都无法进入后库，任何物品都无法对后库进行破坏。听到系统的回答，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稳稳地落回了肚子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彻底放松下来，一股浓浓的倦意随之席卷而来，很快便沉沉睡去。第二天一早，我迷迷糊糊的起身，走出后库，踏入售货区的那一刻，整个人瞬间清醒，睡意全无，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的震撼。眼前的一切让我亮瞎了眼，这还是我那个老六五金店吗？记忆中那个光线昏暗、货架东倒西歪、空气中弥漫着股陈年机油气味的老店，已经彻底消失不见。现在是一个干净整洁、明亮到有些耀眼的全新空间。原本老旧的木质货架和铁皮柜全被替换成了统一规格的重型仓储货架，所有的五金商品都被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货架上。螺丝、螺母、垫片按照大小规格被收纳在一个个透明的标签盒里，扳手、钳子、锤子等工具则被有序地挂在专门的洞洞板上。整个店铺与其说是一家五金店，不如说更像是一家井井有条的工业品展览馆。原本那扇狭窄的玻璃门，现在竟然变成了一扇宽敞明亮的双开式无框玻璃门，宽度比之前大了1倍不止，这使得整个店铺的门面显得格外大气，也让清晨的阳光可以毫无阻碍地洒满整个殿堂。我的五金店卖货区的面积本身就很大，在这一片老城区里算是巨无霸级别的存在了，所以完全不需要像后库那样动用系统的黑科技进行空间扩充。系统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精装修，我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豪情，暗下决心，等赚到足够的钱，一定要把周围的店铺或者地皮都买下来，将我的五金店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商业帝国。正当我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中时，店门外传来了一阵阵压抑不住的惊呼声。那些迫不及待准备挑战的网友们已经聚集在门口，他们一个个把脸贴在崭新的玻璃门上，眼睛瞪得像铜铃。这是老六五金店，这是哪家装修公司干的活？也太牛逼了吧！昨天傍晚走的时候，不还是那个破破烂烂的老样子吗？怎么一晚上就全变了？那个破招牌还在上面挂着呢。要不是这块招牌，我真以为自己找错地方了。一群人趴在玻璃门外，对着店内指指点点。我笑着走过去，打开了店门。哟，各位早上好啊，进来看看。随着店门的打开，人群呼啦一下涌了进来。没过多久，宣传部门的那个小王带着他的摄影团队也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他们同样被眼前焕然一新的店铺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叶老板，你这是请的什么施工队？商业机密，商业机密。怎么样？新环境拍出来的视频效果肯定更好吧？那必须的，这环境这格调都不用我们刻意曝光了。来来来，兄弟们，开工！咱们抓拍最真实的状态。依旧是那个动感十足的 BGM， 依旧是那种纪实风格的拍摄方式，只是视频的背景从原来破旧杂乱的五金店变成了如今这个低调奢华的全新店铺。小王几人扛着专业的摄影设备在店里来回穿梭，而我则是对着镜头发布了全国挑战赛的规则。大家好，我是老六五金店的老板叶枫。从今天起，我的五金店将面向全国的朋友发起一项挑战，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来到阳城我的店里，就可以挑战。
规则很简单，提出你想要的任何一件现实存在的合法物品，只要市场价值在10万龙国币以下，我拿不出来，现场立刻赔偿你1万块现金。不过，只要我能拿出来，你就必须要买哦。说完，我看了一眼系统面板上那个刺眼的500万的营业点要求。500万，按照现在这个玩法，应该也用不了太久吧？毕竟挑战上限已经提升到了10万块，来几个大客户，进度前就能涨上一大截。只是背后还悬着2个同样艰巨的任务：消耗技能点学习新的技能，以及那个完成一笔总额度50万以上的订单。我甩了甩头，将这些思绪暂时抛开，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风暴。果然，视频发出后的第2天上午，一辆漆黑锃亮的豪华轿车就停在了人头攒动的老六五金店对面的街角。车门打开，一个30多岁、身穿挺阔的深色夹克、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男人走了下来。此人名叫李伟，是龙国建筑公司世界500强中都排得上号的基建巨无霸旗下羊城某个大型工程项目的采购部经理。李伟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神中带着一丝轻蔑审视。他今天来，一是听说了网上的传言，二是项目上需要一个非常规的零件，恰巧来本地加工厂考察，正好可以趁机试试我的真假。身为一名资深采购经理，他的职业本能告诉他，你的五金店里面有蹊跷。李伟深吸一口气，拨开人群，走到了柜台前，一边说一边拿出手机，调出了一张结构异常复杂的 CAD 设计图。老板，我找一个东西，一个飞镖的法兰转接件，主体材质要求是哈氏合金 B3， 一端是 DN80 的国标 HGT20592 凸面法兰，压力等级 PN16。最关键的，2段法兰的中心轴线需要有一个15度的夹角，所有密封面租注要求达到 RA1.6。整个物件要求一体成型，不允许有任何焊接，并且我需要你们提供100%的 X 射线探伤报告，来证明其内部无任何瑕疵。说完，他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盯着我，显然这是在用整个行业的最高标准来向这家小店发起终极挑战。毕竟这是根据他们项目上一个突发故障而紧急设计的飞镖件，图纸昨天才由汉斯猫的工程师最终确认，全世界都不可能存在第2份。材质、标准、公差、工艺，每一个要求都是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关卡，特别是一体成型和15度夹角，这要求必须使用顶级的5轴联动数控加工中心，用一整块昂贵的棒料，耗费大量时间，一点点雕刻出来。国内能做的厂家屈指可数，最快的交货期也要20天。他今天拿出来，就是想用这座无法逾越的大山压垮这家店的万能神话。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人都看出来，这位大佬是来砸场子的。我低头仔细地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图纸，眉头都没有皱一下。1分钟后，李伟刚准备开口嘲讽时，我却抢先一步开口：有。李伟的瞳孔在一瞬间收缩。什么？我说有，你要求的这个飞镖法兰转接件，哈氏合金 B3， 一体5轴加工，15度夹角 ，RA1.6 粗糙度，带全套探伤报告。我的店里有现货。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张图纸是昨天才最终定稿的，是独一无二的，你怎么可能会有现货？事实就是如此。不过这东西价格不便宜。口说无凭，东西呢？我要看现货。如果实物和我的图纸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出入，或者你拿不出符合资质的探伤报告，按照你店里的规矩，这算不算挑战失败？当然算。请稍等。我转身走进仓库，3分钟后，我走了出来，手上还戴着一副崭新的纯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闪烁着金属光泽、造型奇特的零件。我将那个零件轻轻地放在铺着防震软布的柜台上。李伟瞬间瞳孔地震，他快步上前，几乎是抢一般地将那个转接件捧在了手里，随后颤抖着手从公文包里拿出随身携带的精度 0.01 毫米的数显游标卡尺和一套塞尺，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现场检验。法兰外径200毫米，精准无误，螺栓孔中心距160毫米，分毫不差。密封面尺寸、凹凸台高度，他一项一项的测量，额头上渐渐渗出了细密的冷汗。他的手在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激动。每一项尺寸都完美的处在图纸标注的公差带中心值，这是何等恐怖的加工精度！就算是让汉斯猫那家原厂来做，也绝对做不到如此的完美。探审报告。我面色如常，拿出一份刚刚打印好的文件递了过去。李伟颤抖着接过，那是一份无比规范的数字射线探伤报告，上面清晰地显示出工件内部的数字透视图，图像清晰，晶格致密，没有任何气孔、夹渣、裂纹等焊接缺陷，评定结果为 I 级最高级，完全合格。而在报告的生成时间那一栏，3分钟前，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是开五金店的，至于怎么做到的，这是商业机密。这个转接件含报告，一共18000元，
没有问题的话，您就可以付款了。18000，18000，这个价格不到汉斯猫原厂王报价的1/10，比国内那些顶级加工厂加急赶工的费用还要便宜将近1半。最重要的是，它现在就在我的手里，是现货。困扰整个项目组将近半个月的技术难题，在这一刻被解决了。因为这个零件的延误而可能造成的数百万损失也被避免了。他双手紧紧地捧着那个转接件，像是捧着稀世珍宝。他颤抖着从包里拿出公司的采购专用卡，这是我们公司急着要的零件，马上付款。刷卡后，李伟小心翼翼地将那个转接件和探伤报告一起装进特制的防震公文包里。他抬起头，再次看向那个从始至终都平静的不像话的年轻人，眼神中已经再无一丝一毫的轻蔑。叶老板，我叫李伟，龙国建筑集团的，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您不嫌弃，还请惠存。我接过名片，点了点头。好，并不是我高冷，而是我实在没什么力气说话了。这一个好字，在李伟听来不亚于天籁之音，这意味着一条无所不有的供应链已经向他敞开了大门。而我也没意识到，自己刚刚随手完成的一笔小交易，已经让一位见惯了大风大浪的采购经理为之疯狂。一个潜在的超级大订单，就这样水灵灵的冒出了嫩芽。李伟的这次踢馆被好几个镜头完完整整的记录了下来，再加上有官方背书的挑战赛，吸引了更多人前来一探究竟。巨大的人流量导致老六五金店所在的这条老街环境直接大变样，原本破旧的街道此刻已经被彻底清空，铺上了崭新的红色地毯，从街头一直延伸到老六五金店门口，形成了一条星光熠熠的挑战者之路。街道两旁巨大的红色条幅迎风招展，欢迎全国朋友前来羊城挑战，你的想象力是唯一的边界，赢了你带走心愿，输了你带走1万，羊城欢迎你挑战万能老板，见证龙国奇迹。最引人注目的还得是场地中央那个用高强度防弹玻璃隔出来的赔付区，玻璃房内一捆捆崭新的现金被整整齐齐的码放成了几座小山，红彤彤的，在灯光下散发着令人心跳加速的迷人光泽。这简单粗暴的方式，比任何措辞都更能说明主办方的诚意和底气。五金店门口搭建起了一个高约半米的舞台，背景是一块巨大的 LED 屏幕，上面正循环播放着我那条100万点赞的魔性宣传片。舞台中央只摆放了一张简洁的柜台，那是属于我的王座。挑战赛的规则也用醒目的字体公示在各处。所有挑战者需提前线上报名，现场凭身份证抽签，按序号进行挑战，每人每天仅有1次挑战机会，机会宝贵，请谨慎使用。从交通管制到安保巡逻，从后勤保障到应急预案，所有的一切都确保了万无一失。叶老板，挑战赛明天就正式开始了，怎么样，紧不紧张？紧张？网上的黑粉都快把我喷得体无完肤了，我都不在意。王局，放心吧，这点小场面我有信心。送走了工作人员后，当晚我独自一人回到了五金店里。店内几台崭新的直播设备正静静地放在角落，全景运动摄像机、高保真10音麦克风，全都是从系统商城里采购回来的高档货。为了明天的直播效果，我可是下了血本了。回到里间那装修简陋的卧室，我一屁股坐在自己那张吱呀作响的行军床上，没有急着休息，而是心念一动，闪身进入了后库，穿过那些琳琅满目的足以让任何工程师或收藏家疯狂的货架，我来到了新开辟的美食区。这里从高端餐厅的菜肴到街头巷尾的传奇小吃，应有尽有。不过我现在可不敢胡吃海塞那些标价昂贵的顶级美食，随便一口都能要了我小半天才赚够的营业点。我精打细算的挑选了几样营业点，消耗极低但味道却远超凡俗的家常菜和一瓶冰镇快乐水，然后开始了属于自己的赛前自助餐。吃饱喝足，我打了个满足的饱嗝，回到休息区，把自己重重的扔在那张小破行军床上，双手枕在脑后，望着头顶那片洁白的有些单调的天花板，思绪万千，期待着即将被载入史册的明天。很快一股倦意袭来，我沉沉的睡了过去。第二天上午8点，距离挑战赛正式开始还有1个小时。挑战区外排队等待入场的人群已经形成了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长龙，那鼎沸的人声汇聚成一股冲天的热浪，让整个羊城都为之沸腾。所有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地完成了身份核验和抽签，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挑战序号。9点整，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中，挑战赛正式拉开了序幕。直播间里弹幕如瀑布般滚过，礼物特效更是从未停歇。终于随着主持人宣布挑战开始，人群中一个看起来20岁出头，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走上台。男人名叫周琦，是个积木爱好者。我想要一套乐高型号10179第1版终极收藏家系列 UCS 的千年隼，要求是必须全新未拆，外盒要求是美版出版，8角尖尖，无任何压痕和白边。最重要的是，封条必须是原厂的一次性透明胶带封条，
不能有任何2次封装的痕迹。他话音刚落，现场大部分人都一脸懵逼，毕竟乐高这玩意儿到处都有卖。但此时懂行的网友已经在直播间里炸开了锅。开局王炸啊！10179还是出版，这哥们是来砸场子的吧？科普君上线，乐高10179，2007年发售，5197个零件，是乐高史上里程碑式的套装，早已停产10几年。全新的价格在2级市场上早就被炒到了天价，而且是有价无市，更别提他要求的美版出版和原厂封条了。这难度堪比在古玩市场捡漏一个真的鸡缸杯，这小哥的要求太专业了。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我身上，只见我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从嘴里淡淡的吐出一个字：有。说完，我转身在一片惊呼声中走进那个神秘的后库，2分钟后便走了出来，手上还拖着一个被一层薄薄的防尘膜包裹着的纸盒，随后将那个盒子轻轻的放在柜台上，盒子上的图案正是那艘在宇宙中纵横驰骋的传奇飞船千年隼。周琦看到这，直接扑到了柜台前，这是八角尖尖美版，看这个警告标语的位置和内容，绝对是美版出版。封条让我看看封条。他小心翼翼地凑近那2条封住盒子开口的透明胶带，是原封，是原厂的一次性封条，是真的，是真的。周琦突然直起身子，激动得满脸通红，指着那个盒子，语无伦次地对全场喊道：“你们知道吗？这东西我找了10年，我做梦都在找它。说着说着，竟然当着全国观众的面，眼眶一红，哭出来。现金还是扫码？多少钱？5万。听到这个价格，周琦愣住了，直播间的玩家们更是直接疯了，都觉得我卖低了。这在国际拍卖会上至少是15万起步。周琦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颤抖着声音确认：5万龙国币。我要，我马上付钱。周琦像是怕我反悔一样，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哆哆嗦嗦地点开付款码，交易完成。而后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个巨大的盒子抱在怀里，然后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老板，您圆了我10年的梦。”说完，他抱着他的圣杯，在全场观众不可思议的目光中走下了舞台。第一位挑战者挑战成功，接下来挑战赛的节奏开始加快，一场场奇迹轮番上演。2号挑战者是一位气质儒雅的中年男人，他的挑战也极具专业性。叶老板，我是一名天文爱好者，我想要一块陨石切片，要求是著名的瑞典姆奥闹尼纳卢斯塔铁陨石，重量必须大于50克。并且要附带国内权威第3方矿物鉴定机构出具的证书。又是个狠人 ！M 铁陨石以其独一无二的维斯台登纹闻名于世，每一块的纹理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玩意儿比黄金贵多了，而且真假难辨，还需要鉴定证书，难度极高。我依旧是那个字，有。我再次进入后库，很快拿出了一只精致的丝绒盒子，打开后，一块布满了奇特交叉纹理的切片静静地躺在里面，旁边还放着一本由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出具的带着钢印和2维码的鉴定证书。中年男人戴上随身携带的白手套和放大镜，仔细地比对着陨石的纹理和证书上的照片，然后用手机扫描了证书上的2维码，跳转到了官方网站的查询页面，所有信息分毫不差。不可思议，这维斯台登纹太完美了。男人喃喃自语，最终心悦诚服地付了钱。3号挑战者是一位身段婀娜的女士，她一开口就带着江南水乡的温婉。叶老板，小女子想求一幅苏绣成品，需要是现货，要求不高，得是真丝面料，针法要双面全一绣，一面是群猫戏蝶图，另一面是锦鲤富贵有余。有，我从后库里捧出一个用名贵红木装裱好的圆形绣架，旗袍女士看得吃了，用手帕轻轻捂住嘴，眼中异彩连连。这是沈老师的乱针，这针脚这神韵，绝对是他早年封针前的作品。天哪！他毫不犹豫地付了款，如获至宝的，请工作人员帮忙打包。紧接着，第4位、第5位挑战者，我依旧是那个有字。一个上午，几十位挑战者提出的要求五花八门，从工业零件到绝版书籍，从文玩到潮流手办，从专业设备到生活用品，几乎涵盖了所有角落。而我就像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明，无论要求多么离奇，多么刁钻，多么不合逻辑，回答永远是那个简洁而有力的字有。然后转身进库拿出成交，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转眼已是夕阳西下，夜幕即将降临。按照抽签顺序，今天最后一位挑战者缓缓走上了舞台。她是一位看起来很文静的年轻女孩，穿着一身素雅的连衣裙，脸上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忧虑和期盼。叶老板，我想要一盆花。这个要求让所有人都有些意外，这似乎是今天最简单的一个挑战了。但女孩接下来的话却让全场瞬间陷入了死寂。我想要一盆今天晚上一定会开花的昙花，必须保证它会在今夜绽放。我还需要您能提供一种方式，让我可以记录下它开花的全过程，
做成延时视频。话音落下，全场鸦雀无声。没想到这个才是今天真正的终极 BOSS。毕竟昙花开花时间极短，从绽放到凋谢只有短短几个小时，且开花时间完全不可预测，充满了极大的随机性，所以才有昙花一现这个成语。现场的观众们顿时议论纷纷，觉得这姑娘就是来捣乱的。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我这一次并没有立刻回答有，而是沉默的看着那个女孩，眼神中第一次露出了思索的神色。女孩看着沉默的我，眼中那丝期盼的光芒似乎也暗淡了下去。如果没有也没关系的。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场持续了一整天的奇迹即将以一个遗憾收场时，我忽然笑了。哼，巧了，我这里正好养了一盆，算这日子差不多也该开了，应该就是今晚。女孩猛地抬起头，眼中重新燃起了先前的惊喜。我转身再次走进那个深不可测的后库，出来的时候，我手上捧着一盆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绿植，那是一盆昙花，叶片肥厚，其中一根叶片的边缘顶着一个含苞待放的青白色花蕾，它看起来和花鸟市场里的昙花没有任何区别。我将花盆放在柜台上，又拿出了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黑色的小方块，这一盆加上这个，这是微型延时摄影机，磁吸的，贴在花盆边上就行，自动对焦，连接手机蓝牙就能看到实时画面和最终生成的视频。这盆昙花怎么卖？500。好。女孩毫不犹豫地扫码付款，然后小心翼翼将花盆捧了起来，仿佛捧着全世界的希望。谢谢您，叶老板，真的太谢谢您了。说完，他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眼中泪光闪烁。他没有多说自己的故事，但所有人都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寄托。随着最后一位挑战者的离去，今天的挑战赛也正式落下了帷幕。但故事并没有结束，所有人的心都被那盆昙花紧紧地牵动着。这个悬念像一只无形的手，抓住了全网数百万观众的心，让他们在直播结束后依然守在各大社交平台，疯狂地刷新着，等待着那个最终见证奇迹的时刻。最后一位挑战者的身影消失后，持续一整天的沸腾与喧嚣终于缓缓落下了帷幕。在主持人激昂的声音中，那些没有参与挑战的人们才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去。我也从柜台后走了出来，来到直播设备前，对着那颗冰冷的镜头露出了一个轻松的微笑，挥了挥手，大家明天见。随后便关闭了直播间，直播画面骤然变黑，现场工作人员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围了上来，一个个对着我情不自禁地竖起了大拇指。文旅的王局更是笑得满脸褶子都挤到了一块，他走上前，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里满是赞许和一丝好奇。行啊，小子，真有你的。不过我今天看了一天，发现个事儿。王局凑近了些，压低声音：据我所知，你卖给他们的那些宝贝，价格好像都要比市场价低不少啊。就说那个乐高，我听旁边懂行的小年轻说，5万块简直是跳楼价。还有那幅苏丘，10万块买到大师手笔，跟白捡没区别。你这是图啥呢？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闻言神秘地笑了笑：王局，您觉得这个世界上最贵的广告是什么样的？最贵的广告？对，最贵的广告不是投在时代广场的，也不是投在春晚的，最贵的广告是没人看的广告。我花再多的钱，如果不能精准地打动我的目标客户，那也是白搭。今天我卖出去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一个活广告。那个玩乐高的，他会把今天的故事分享到他所有的圈子里。那个苏绣买家会把那幅绣品挂在最显眼的地方，向每一个人炫耀。我用低于市场的价格换来的是什么？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口碑传播。这种传播的力度是任何商业广告都无法比拟的。这才叫放长线钓大鱼。好小子，看来我们阳城这次是真的要飞出一条真龙了。哈哈哈，那你以后做大做强了，总不会离开我们阳城吧？我们这小地方可经不起你这么一折腾就跑了。我呵呵一笑，伸出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圈，那就要看咱们阳城能不能给我画的这个圈提供足够大的支持了。王局先是一愣，随即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我要的不是一个店面，而是一片区域，一个属于我的商业帝国版图。王局瞬间豪情万丈，他一拍胸脯，哈哈大笑：没问题，只要你能继续为家乡带来这泼天的富贵和发展，别说这片老街区，你就算想要城东那块地，我也想办法给你弄下来。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得到王局的承诺，我也满意的笑了。两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